正统14年，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朝才艺马价，拒绝和亲，发动对明朝的大举进攻。于是，在同一年7月，一个年轻冲动的皇帝，一个利欲熏心的宦官，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走出了北京城。不到1个月时间，北京城就收到前线传来的噩耗：2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随军出征的武将勋贵几乎全部折损，连皇帝也去蒙古留学了。也不是没有人逃回来，宣府镇驻军的重要将领杨俊就是其中之一。后世的明史学者指出，土木堡之变发生与皇帝和太监的轻举妄动关系不大，而是源于宣府镇防线的突然崩溃，导致皇帝在北征途中措手不及。而宣府镇军队的突然崩溃，源于驻守最前线的杨俊因为怯战而做了逃兵。这个杨俊是官二代，他是宣府镇总兵官杨洪的长子，而杨洪正是当朝新贵，是由朱棣特意培养出来的优秀将领。洪武晚期，朱元璋掀起胡兰2大档案，将开国武将诛戮殆尽，明军作战能力从此大打折扣。朱元璋此举本想为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扫清障碍，不料这却成了朱允炆的死穴。朱棣起兵叛乱后，见文帝朱允炆无人可用，平叛大军反被朱棣平叛，朝廷的武将素质甚至不如藩王的属下。朱棣即位后，虽然大封靖难武将，重建庞大的勋臣集团，但这些武将在朱元璋时期不过是卫所一级的将领，能力与开国武将相比不啻天壤之别。靖难第一武将邱福在北征蒙古时，在朱棣反复告诫之下，仍然一战而全军覆没，令朱棣在后方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流放了邱福全家。武将断层，无人可用，没办法的朱棣开始从现役中选拔将官，其中最为励志的当属杨洪。在朱棣的几次亲征漠北战役中，杨洪因为几次战功获得了朱棣的赏识，被朱棣列为重点培养对象。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，面对朝中武将废拉不堪的现状，重点提拔了一批战绩较好的武将，杨洪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名。正统12年，杨洪成为保障北京的北门重镇，也是北部边疆最精锐部队的驻地宣府镇的总兵官。杨洪长期驻守宣府镇，不仅在明朝内部积累了很高的声望，而且声名远播于蒙古草原，被蒙古人称为杨王，属实是北部边疆第一武将。杨洪身居高位之后，自然要发扬搞裙带关系的传统，大肆提拔家族子弟，大量杨家亲戚由此在宣府镇各级担任要职。杨氏家族的势力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。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最负盛誉的武将家族，在土木之变这种大规模战役中却不堪一击。杨洪的长子杨俊在瓦剌大军到来时，首先放弃宣府北门独食，致使瓦剌进入大明境内，迫使皇帝的亲征军队只能改变计划，仓促回撤。逃跑的岂止杨俊一个。正统14年9月，巡抚大同宣府的都御史罗亨信上奏称，赤城堡、雕鄂堡2道堡垒的指挥郑谦、徐福、姚宣3人7月听闻瓦剌入境，首先逃跑，致使怀来、永宁等其他卫所的官兵也纷纷逃跑。对于边疆临阵逃跑一事，朝廷委托杨洪处理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连自己儿子都跑了，杨洪自然来了的法不责众，宽宥了这群边将。土木之变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，北京城内一片混乱，有的大臣开始倡议南迁。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夜观星象，发现有南移之事，认为天命已去，于是命家人收拾行李，准备南迁，并号召大家一起转进南京。回情审视，明朝南迁的条件要比宋朝好很多，因为明朝实行2京制，6部百官在南京都有一套完整的备份，随时可以迁都。徐有贞的提议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，但于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朝堂上，于谦态度强硬，大义凛然地说，主张南迁的人就应当杀头，京城是天下的根本，怎么能随便放弃？如果撤离京师，国家必亡。北宋南渡的历史教训不可忘记，北宋南迁的教训震醒了在场所有人。于谦一语定了调子，朝臣决定固守。代表皇族控制朝局的是孙太后，起初还在犹豫，随后也被太监李永昌用靖康之变的势力说服了。但与北宋相比，此时明朝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，那便是皇帝被瓦剌俘虏了，对方掌握着要挟明朝的政治筹码。看到这一不利形势，
文官集团果断表示这个皇帝我不要了，拥立皇帝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即位。瓦剌失去筹码，只能采取强攻的方式，北京保卫战由此打响。在北京保卫战中，于谦居中指挥，而负责统帅士兵作战的是石亨。石亨来自大同镇，在不同时期，明代九边各镇地位迭有沉浮，只有2大镇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战斗力，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宣府镇，另一个就是大同镇。而明前期武将系统中，声名仅次于杨洪的，便是大同镇的石亨。土木之变前，石亨地位虽远不如杨洪，更无杨氏家族的庞大势力，但他是杨洪之后与乌良哈作战最多，也最为成功的将领。在朝野声望之中，石亨仅位居杨洪之后，是明中期第2武将。土木之变后，石亨最初虽兵败回京，颇不光彩，但最终通过与于谦共同主持北京保卫战，威震瓦剌，将功赎罪。北京保卫战结束后，石亨续功第一，封武清侯，一跃而成景太朝重臣。名人南大吉认为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有再造社稷之功。可惜的是，石亨虽有功，却没有守住德，日后与徐有贞等人合谋杀死了功劳最大的于谦，成了历史中被唾弃的人物。在我们的历史评价体系中，往往把德看得比功更重要。有德无功，最多只是毁誉参半；有功无德，往往被喷得狗血淋头。明朝在巨大的军事灾难之后，并未如同宋朝一样经历南迁之后一蹶不振的历史巨变，而是通过坚决固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之所以会出现与宋朝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，原因可能在于2个王朝的政权性格完全不同，军队战斗力差别很大。宋太祖赵匡胤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政变，黄袍加身，他吸取了前代的经验，剥夺武将权力，一武重文。受此影响，北宋军队不仅战斗力下降，战斗意志也不够坚定。与之不同，明朝以武开国，政权建立的过程是与击败其他红巾军政权、北逐元朝相始终的。虽然朱元璋大肆杀戮开国功臣，但武将地位一直较高，朱棣通过兵变上位，也因此提拔了一批军事上表现出色的人才，军队战斗力比起我大宋强了不要太多。其次，由于皇帝石敬瑭割让了燕云16州，北宋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北方山脉，也无法修筑长城，从而导致门户洞开，无险可守，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下不堪一击。而明朝朱元璋派徐达和常遇春北伐，收复了燕云16州，解决了防御上的短板。虽然由于土木堡之变，宣府一线失守，但其他防线仍然固若金汤，瓦剌无法进一步深入明境，只能回撤。此次差点让明朝亡国的瓦剌，其实只是蒙古别部地位不高。在蒙古人的观念中，他们的地位远不如作为北元正统继承者的鞑靼，故而瓦剌在功名无果的情况下，不敢在明朝境内停留太久，生怕后方老家被同族掏了窝，在掠夺一些财物和人口之后，迅速退回蒙古高原。也先退回蒙古高原后，与大汗脱脱不花争夺权力，双方爆发了战争。最终脱脱不花兵败身死，也先自立为汗，成为蒙古历史上唯一非黄巾家族成员即位的大汗。这一举动挑战了蒙古内部只有黄巾家族成员才能继承汗位的潜规则，遭到了鞑靼各部的强烈反对。伴随于此，瓦剌内部也出现了权力之争，也先称汗不久便被阿剌之怨杀死。内讧的瓦剌也因此走向衰落，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